美主义到底有没有用呢？到底完美主义是帮助你追求卓越，还是让你钻牛角尖卡住你自己？那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最好，那你就不想做了？如果你有上述这些完美主义的检讨，这一集就是做给你讲给你听的。欢迎大家来到卡点解剖室，看懂你为何卡住，走出下一步。我是临床心理师张庭刚。我是共同主持人、时间管理教练沈建宏。我们卡点解剖是这个 podcast 呢，是在讲我们人在追求理想的时候，想前进总是会怕卡住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结合了哲学、时间管理还有精神分析的观点，那由我们两个不同的专业共同来切入。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分享一下我们两个就是时间管理教练跟心理分析师。我们两个在面对自己的完美主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分析 Ryler 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个案，他在面对自己的完美主义的卡点的时候，我们两个会从这不同的专业怎么样介入跟分析他的状况，还有提供克服的一些可能性，最后我们就会有结论。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完美主义的课题，我不知道 TK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有完美主义的人？我觉得刚入行，刚成为临床心理师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点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可能只有一后，点吗？那我就我觉得我我就我跟你工就分享。作经验，我觉得你不是只有一点哦。真的吗？OK，但是应该已经修饰蛮多了。那我觉得刚入行的时候可能比较夸张。我记得就是我刚入行的第一年、第二年，在做心理咨商跟心理治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我现在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师，你自己在经历这个完美主义的议题的时候，你花了多大的力气或多少的时间来去面对跟克服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自觉有完美主义的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生的课题耶。就是包括我等一下我们在谈的这个 Riley 的个案，那我觉得完美主义它在心理议题的处理上，它是一个慢慢的修饰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不要这么的严格严厉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有时候可能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做一做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你真的有改变，但是有时候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还是会突然弹回来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自己又有点追求完美了？但是其实慢慢的这个修炼的历程，你会逐渐的软化，然后逐渐的变得更有弹性。对。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师，你自己在面对你自己的完美主义的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丰收的旅程吗？还是你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坎坷的过程？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我在刚入行的时候，我怎么去处理这个议题啦。就是像我们在刚入行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就会很执着于个案在心理咨商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到底要怎么回应比较好？然后我那个时候用的字句是怎样回应才是最好的。我现在讲的是比较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就会执着说怎样做才是怎么样讲才是最好的。当时我就会自备去找督导，然后就所谓的督导就是我们会呈现心理咨商的回忆稿，然后让督导来看看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个案，会对个案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记得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我们这个领域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算是严师嘛，然后他就是会帮忙打磨我到底要怎么回应个案这样子。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是，这不是老师的问题，是我自己的课题，就是他帮我打磨的，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让我回应更精致。但是我就发现说，我做咨商的过程，那个回应常常会卡住，因为我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我好像经常会想说，哎，我要怎么回应才会像老师教我的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一直想要做到心中理想的那个范本，常常会卡住我。那直到我到后来，我找了第二个督导，他比较
freestyle，然后比较鼓励你自由思考，甚至是说，哎，你去感觉一下个案的心情是怎么样，它是比较这种风格。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的焦点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状态比较稳下来，然后个案也会得到帮助。那我其实在那一两年里面，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说，与其想说我要讲怎么样最漂亮的回应或最完美的回应，我觉得心理师本人他自己情绪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然后再加上回话的那些时机点，那内容字句只要大致方向上正确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心理师的内功比较是在考验说，哎，你有没有在一个对的状态里面，比较稳的状态里面回应个案。所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到现在还是很完美主义，在追求最完美的回应方式啊，然后有没有照諮商的模板、諮商的指南、諮商的话术什么的去回应的话，我觉得我还在绕远路。所以，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完美主义想要追求最好的表现，常常不一定会带我们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有可能会适得其嗯嗯，反，意思是这样。我很好奇，就是你是。刚刚提到说，在咨商的过程里面，你想要提供最好的回应。我很好奇，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师，在一个治疗的谈话过程里面，你所谓的最好的回应是指什么样的回应？我无法哦，想象出来。嗯，我觉得在我刚入行那一两年，我可能在想象那个最好回应是，到底那个字句、那个情绪反应的语句有没有最对中个案的当下的心情，然后精不精准，然后那个介入的技术好不好？比如说，他觉得说，他讲一件事情，你是然后说，从你表达的过程里面来看你完不完美，还是你想要从你去介入跟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反应来看，是不是最好的？你是从哪一种方式来看？是你自己的表现，还是你期望对方的反应？是哪一个？那你这个你问的问题，这个很好，就是说，这其实在讲说，到底我们怎么看什么叫做帮助个案，怎么样才叫做最对啊，好的？然后我觉得当时的我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就会执着说，怎么样的字句才是精准的，怎样才有回应到个案的点上面。但是我觉得说，后来我觉得那个督导有帮助的是帮助我去看清楚那个个案到底当下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他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然后我的介入方向是什么，我想要带他看见什么。那我觉得把这些背后的东西逻辑，然后介入方向都想清楚，那才会，然后怎么再去想回应，那可能才会比较有帮助，而不是一直在斟酌我自己的表现，然后用字精不精确。嗯，你意思是说，其实你后来有发现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应该是你跟他互动的这个模式跟过程，而不是你自己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完美无瑕，没有任何错误的。对，就是把那个焦点放在个案本身的他目前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的情绪感受、他的思考模式上面。对，不是我这个人做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些私底下的讨论是说，呃，在在有些专业或有些销售人员上面，他们可能常常会想说，哎，我要怎么做才会最成功，赚最多钱？但是，哎，其实我们要解决顾客他的困扰，跟解决他的问题，这才是最核心的。我们要以这个为出发点。那有没有赚到钱，它就是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他事业有没有成功，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嗯。所以经过这个经验之后，你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去慢慢的理解到这件事情？对于什么是比较好的智商工作的表现，你有新的体悟吗？嗯，这个可能花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不只是督导，还包括一个心理师其实必须要我觉得啦，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觉得需要接受，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的心理师要接受自己的个别心理治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对的地方上面。然后我们要解决的我觉得经问题才会验对大家会有方向。很有帮助。我嗯觉得这个经验分享嗯很有帮助。，OK。
建宏，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一路走来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完美主义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完美主义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我觉得他不会是说你经历过什么东西，然后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完美主义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一个我觉得对我的人生也比较有挑战性的经验，就是我从小就很想要，就是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生活，然后可以把英文真的当成是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的愿望。后来去美国留学，当然我就得到这个机会嘛。那我想要分享的经验是，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任务，是我必须要教拉丁文，就是用全英文教拉丁文。所以那个等于是说，这个经验它不只是我必须要用英文在那个地方生活，我必须要用英文去教一个超级古老又非常困难的语言，然后再加上我当时要自己独立制作教材，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影片有提到说，我在那个地方留学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资源啊，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环境，他们对于亚洲人或者是华人，他们可能是很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你。那反正经历一些波折，我其实没办法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帮助，我必须完全独立自主的完成制作拉丁文的教材，然后用英文去教拉丁文。已经可以想象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然后再加上完美主义的那种课题嘛，就是说，反正是只要是我做的东西代表我做出去的，我都觉得我要做到超好这样子。可是你的作品，用英文，对，用英文教拉丁文，到底要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啊？我实在是没有概念，因为你如果说是要用中文讲解一些文法的话，当然是比较快。可是你现在要我用全英文去跟美国的大学生教拉丁文，然后又要表现到很好，我是真的是觉得那个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其实我每次想到的时候，我就会有身心症，我就会觉得说，会想要逃避，因为我觉得这个压力实在太大，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对，可是因为那个是合约，就是说你被要求你要怎么做，不然你就没有funding，你的奖学金就没有，所以我就只好硬要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素，就是你需要对一个机构负责，或者是你需要对一个 supervisor 负责然后就是有很多这些综合条件底下，我就开始做。然后因为我实在是没有经验，可是我给我自己压力很大，反正我就是按照进度来做嘛。我们就是说，每一周要教到第几课，我们都有规定。那教材就是那样子，那我就开始用那个教材去做，按照规定去做。然后因为我怕落后进度，我也会超前做。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其实所谓的完美做到最好，其实我也实在是没有概念，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用英文把这个东西教到非常好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是完全是瞎子摸象，我完全无法想象和理解。那反正没我就是。有参考的范本。其实是有，但是因为他们也不让我去，就是说他们也不让我去 access 其他的 TA 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也没办法看到其他人是怎么做的。那我只能凭着我过去自己学习的经验嘛，然后我就开始做，那我就按照进度做，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超前做。那我觉得这边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反正他就是规定你每一周要教到哪里，那我就先做到教材就先做到那里，甚至我会超前做2-3章，这样我就不用压力那么大。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会先告诉我自己说，我要设定很明确的每一堂要教的文法的概念是什么，设定的很清楚。然后我会要求我自己把标准放低，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就是我会先要求自己把这个教材最核心的几个点都已经能够讲得很清楚了之后，我再来考虑要不要把我的 PPT 或者 Slides 做得比较精美。我一向就是先从最简单的逻辑架构开始做，然后后来如果说我觉得还不够好，等到我真的已经把最重要的核心观念都已经做好了 ，Slide 做好之后，我才开始去加，比如说美观的东西，或者是调整排版的东西。所以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那我其实想要分享的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教了1年，如果说当初不是因为我被迫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又对自己要求很高，可是我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必须学习要达成目标。先从最基本的目标开始达成，再慢慢的要求自己提升到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经过1年之后的努力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就是我学习到一件事情，是我真的做得到。即便这是一个超级高的挑战，我必须要用全英文去教一个超级难的语言，就是欧洲第2难的语言拉丁文，我真的做到了，我真的做到按部就班。我从一开始还对自己不是很满意，到慢慢的
越对自己的要求逐渐提高，逐渐的提高，逐渐提高，按部就班的做。1年之后，你看我现在回台湾之后，我可以跟别人讲这件事情。你看我做到了，我不只是用英文在美国生活，而且我还用全英文教了一个欧洲第2难的语言拉丁文。我做到了，它真的就在我的 CB 上面。就是听起来这个，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有些什么要素让你，就是即便压力爆表，你还是会有持续的产出，好像是这样。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完美主义是，它虽然是扮演这个很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必须对于你的机构或者是对一个 supervisor 负责的时候，你会有 deliver 的那个期限跟压力，等于是说你会被迫要去达成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要素。所以这个阿里阿巴德在他的那个开心能效的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说，找一个人你需要对他负责，或者是向他说明你的工作进度，这个对于你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很有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经验里面的确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能不能够找出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打击点去做准备，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慢慢的加你觉得更好的东西进去。你就是要这样子慢慢的按部就班的去成长，不能够一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值得分享的经验，就是说，对我们会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就像我曾经期待我自己可以用英文在美国生活，我期待我自己可以用全英文去教这么难的东西。我一开始也不相信我自己做到，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的一个点，就是说，只要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适当的切割，然后你坚持不懈的往前做，你不用去在乎说你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做到最好，但是你至少要开始累积东西。1年、半年、1年之后，你会看到很大的突破跟成长。那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就是我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就理解到一个点，就是我有可能做到其他我真的很想要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一次我突破自己的经验。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没有觉得完美主义的这个经验里面把我卡死了啦，反而是让我得到了一个突破自己生命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经验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次克服我自己完美主义的心魔的经验，并不是说我以后就不会有完美主义的课题，而是我理解到我的确可以跟完美主义共存，然后我理解到在这个压力底下，我还是能够去成就我想要成就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跟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那个 Riley 有一个我们的 Riley 个案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就是因为 Riley 反而是他一开始也想要做得很好，但是他就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有办法做得很好，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开始。那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个案的讨论这样子哦。那我们一开始先声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提到的这个 Riley 的个案，它并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那我们是结合我们两个各自的专业，然后抽取出我们常常看到卡住我们的个案的一些要素来跟大家做分析，等于是我们建构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普适性的经验。Riley 的这个完美主义的课题是我在我的很多的客户身上都有观察到的共同的现象，所以我真的觉得还蛮值得拿出来跟大家来讨论跟分析的。Riley 是在一个外商的咖啡公司当烘豆师，他的这个外商公司的要求是非常高，因为他们是专门在做精品咖啡的，所以他的那个咖啡的要求很高，能够做到那间公司的烘豆师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本身必须具备某一种完美主义的特质，他才有可能被老板赏识，甚至去让他做烘豆师，因为他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代表公司的品质最核心的产品，因为它是一间咖啡店嘛。如果你烘得不好的话，他不会让你继续当这个角色的。那他在那边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有一个想法，他想要自己出来做啦。那他那个时候就有说他想要辞职，然后自己出来做，这个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他一开始就会想说，他要出来做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说他要买什么样的烘豆机，因为他是烘豆师嘛，他会想要自己烘豆。可是光是烘豆机就有很多个国家的厂牌，然后有不同的特性。光是你要去研究说哪一台烘豆机值得你投资这么大的一笔钱，就已经可以花上他不少的时间跟精力。好，然后他那个时候一想到说要去研究这些烘豆机，
实在没有那个时间，生活已经很忙了，下班的时间还要休息，很有限。他就说，那不然我就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好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我先来研究菜单好像比较简单。结果他开始研究菜单，因为他又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个菜单可能要找平面设计师，而且还要自己去想出有是哪一些有趣的饮料品项或者是咖啡品项。他想到说，要做这些事情，要自己开发商品，然后又要去找平面设计师，也不知道平面设计师去哪里找才不会花太多钱。他一想到这些东西就觉得这个太难了，不然我再想一想别的事情。他就想，也许我去找一下店里面用的杯子，是哪一个厂牌的。像他们的公司就会用香兰式的那种超级高级的那种瓷杯，一个就要3000、5000的那种。你看他平常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去接受那种一个 IKEA 200块的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光是就要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就是价格不会像我现在的公司香兰色这么高级，一个3、4千块，又不会烂到像 IKEA 这样子。他光是要找到一个他觉得理想的价格区间，那种代表他的品味的咖啡杯，他就觉得说，哇，这个现在想这个好像也很不切实际，不如再找其他他更能够做到的。就这样子你看他这样子来回的想这些不同的项目，再加上他自己的这种完美主义超高的要求，什么都要求到最好的这种情节，结果就是5年后我再问他说，你离职了吗？你要开始开你的咖啡店了吗？然后他居然说，还没耶，因为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还没有想出他的咖啡店要叫什么名字。他现在就是用我还没有想到咖啡店要叫什么名字来卡住自己，没有走出下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看他5年来他光是要去想要怎么样去开出一间自己的咖啡店，他在不同的这些准备的项目上面转来转去，从 A 转到 B 转到 C 转到 D，他转了这么多圈，他没有一个东西真的做起来的。5年后他还是卡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的咖啡店的名字还没想好，我没办法开店。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蛮常见，在我客户身上也蛮常看到的一种课题。他想要做到的那件事情，他会想办法把里面有这个东西要准备，那个东西要准备，那个东西都要准备，可是每个东西我都要做到最好。然后如果我没做到最好，我就不要做啦。那我就先做比较简单的，结果做那个比较简单，做下去会发现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他又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做不到，那我就再想下一个更简单的，就这样子跳来跳去的 A，C，C，B，A，就5年后什么都没有。听到这边 TK， 你在你自己这么多的諮商个案里面，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或者是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模式？与其说是不是我的諮商个案里面常见，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般上班族常有的心声嘛，就是你很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你就东忙忙西忙忙，然后转来转去晃了一圈，然后又累了，然后有突然间又有什么连假，然后又要忙其他的什么生活大小事，反正你的生活就是一大堆事情绕着你团转，然后最后你就会有点搞不清楚，那我现在还要做吗？会不会太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蛮常见的。对，你这样讲也是，其实我也是想起来，我在很多年前，在我的时间管理还没有到达非常成熟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卡在这种议题上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到最好，如果没做到最好的话，那不然我就先不要做了，我就先做其他的东西，因为反正没有做到最好，我就是觉得非有即无，我要不然就要最好，不然我就不要，然后我就跑去做其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以前的身上也是常常会体现这些东西，就像我刚刚分享那个在做拉丁文的教学跟教材这件事情上面，那个时间点或多或少我也是那种心情，只不过就是因为迫于合约的压力，还有就是我必须要对这个机构负责，所以我才有机会很好的去克服它，不然的话感觉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人生的波折，也很难说我会充分的能够去体会到不要这种非有即无的完美主义的，对某些事情就是非有即无，不要做到最好就不要做的那种心情，我觉得我很难说在这个阶段可以完全克服。那我们在从时间管理的角度要介入 Riley 他所面对的这个困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它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以前一个得过一种很特殊的慢性病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经验很适合来解析 Riley 他怎么样可以去克服他的这种完美主义所造成的困局。在几年前，我得到一种很特殊的疾病，叫做
骨盆底肌筋膜炎。我觉得很少会有人听到这种特殊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我的骨盆腔发炎，但是它这个发炎态是出现在我的肌肉，就是骨盆底肌上面。那骨盆底肌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外生殖器的上面会有一层把你的骨盆包覆住的肌肉，那个肌肉就会拖住你的膀胱啊，还有拖住你的肠啊、大肠啊那些东西，就是直肠啊、大肠，它都会拖住它，不然它会掉出来嘛。你下面有一层东西把它接住嘛，那个就是你的骨盆底肌。我是不是中医就是说那个会阴啊？是不是这样？对对会阴，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中医讲的会阴是比较模糊的啦。骨盆底肌它就是一个肌肉系统在那个地方，它就撑住你的整个腹腔里面的所有的器官，不然它会掉出来。right？ 好，所以就是那一层肌肉在发炎。一般来说，男生比较少去谈骨盆底肌的发炎，可是它如果发炎到很严重的时候，它其实是会让你生不如死的，就是你晚上会没办法睡觉。然后其实骨盆底肌发炎的时候，你会一天会上厕所很多次，那个时候我每1个小时要上厕所2次，所以我等于是24小时我就要上厕所，我都不知道数不清的，反正就是你就想1个小时2次的话，一天上超过睡眠20很难，次，睡眠会很干扰不可能睡觉的，就是完全没办法睡，所以我一天会上厕所超过20次，很严重。然后想当然我就去看，一开始一定是看泌尿科，因为你上厕所上那么多次，已经是频尿了，所以我就看泌尿科的时候，他就给我吃抗生素。那吃抗生素的话，就是他那时候就有说抗生素的疗程就是一次就是要吃6到8周。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吃抗生素疗程吃了半年。然后在半年里面，我试了非常多种的抗生素。然后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遵照医嘱的，因为我也是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抗生素有一种特性，就是你24小时就是一定要按时吃嘛，对不对？你就是比如说你现在8点吃，你明天就一样同样是在8点的时候再服第2颗，你不能说现在心情好就8点吃，明天心情不好就11点吃，不行，你就是要很严格的按照这个。所以我那时候都会用 iPhone 去登记，说我几点钟一定要吃几点，所以我是非常严格的遵照这些东西去做。你是很好的病人。对，我是因为抗生素它不只是你要按时吃，而且你必须要把医生指定的剂量吃完，否则的话会有风险。因为抗生素不是你随时可以随便吃的东西，所以我就这样半年过去了。然后半年过去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已经生不如死，因为你吃那么多抗生素，你的肠胃都已经被摧毁掉了，然后生活很辛苦，你那么严格的按照医嘱去做，然后你又没有改善你的病情，然后反而让你的生活全部都所以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到说，我在查医疗文件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有一些少数的医生跟美国的文献有指出说，有一个病叫做骨盆底肌筋膜炎，就是它其实不是泌尿道感染，那个吃抗生素其实是因为它预设你的泌尿系统感染，所以你必须吃抗生素。那我后来发现它有可能其实是肌肉发炎，根本就不是泌尿道感染的时候，我就是去找另外一个医生跟自费的物理治疗师。好，然后现在讲到重点就是，其实解决这件事情的问题超级简单的，根本就不用吃半年的抗生素。然后泌尿科医生一定会卖你很多自费的疗程，什么红外线啊，什么震波，反正一次都是5、6千起跳的，可能一个 session 就要2、3千，就是非常的不可能。那时候我根本无力负担这样的疗程，我已经很严格的遵照医嘱去做抗生素的疗程都没有用。好，然后反正呢，结论就是呢，我找到了克服它的方法，超级简单，就是深呼吸。就是深呼吸，你很难想象这么严重的病，然后做了这么多医疗处置都没有用，就是它的秘诀就是深呼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骨盆底肌，就像我刚刚讲，它是支持你的腹腔里面的肌肉嘛，所以你呼吸，你深呼吸，吸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横膈膜下降会把你的脏器往下推，你的腹腔的脏器被往下推，它就会推到你的骨盆底肌。就相当于你的骨盆底肌被按摩了，然后我之前为什么会发炎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当我想上厕所的时候，我的骨盆底肌就会收缩，因为我会想要把尿止住。然后当我感觉我越止不住它的时候，我就会越把它收得更紧，让它更紧，就是我会试图想要阻止它上厕所，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我接下来我的呼吸我就会不想要深呼吸，因为我怕我深呼吸就会尿出来。所以我以前就会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发现深呼吸就可以解决，因为我深呼吸，我就会发现腹腔超级痛，痛的不行。然后我差不多深呼吸1个礼拜之后，症状就全部都
我就是边看《甄嬛传》一边做深呼吸，我知道很好笑，但是就是我真的一边看《甄嬛传》，然后就一边告诉我自己做深呼吸，然后如果感觉快要尿出来没有关系，就是让它按摩。我就1个礼拜之后，我就全部的症状就下降超过50%，然后差不多2个礼拜之后，症状就全部都消失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说你也许会觉得没有关系，其实这个非常的有关系，因为在一个这么严重的病症，我可以坚持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服用抗生素，而且我可以超级严格的遵守医嘱，每24小时超级准时的服用抗生素。我可以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去做这些事情，可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效果，这样子半年。可是你看，真正的医学上面，它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你的骨盆底肌在发炎，它需要被释放，它需要被按摩。结果我借由一个超级简单的动作，就是深呼吸，我就让它的症状消失了。如果我继续的采取错误的方法，我可能要吃更久的抗生素，或者是买超级贵的自费疗程，打震波或者是照红外线，我都没办法解决它。不管我多么的完美主义，多么的严苛的遵照医嘱去做，那个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是有这样，我觉得这里好像也对，不好意思，这我觉得牵涉到一个点，可能你也等一下会讲到说，这好像牵涉到一个点，就是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策略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找到它理性上面的原因。所以你看，像我刚刚有讲说，我会去查医学文献，因为我已经很严格的遵照医嘱去做了，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实际上，我刚刚还漏讲了很多哈，我不只有服用抗生素，我甚至还有服用过神经阻断剂，就是阻断膀胱跟大脑的那个神经，把它阻断。我服用了从很低阶的到很高阶的神经阻断剂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最后医生说，你可以考虑看你是要把射物线挖掉，还是你要把膀胱挖掉。就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接受的话，对，他们已经到这个，他们已经建议我到这个地步了。对，你可以想象你在错误的方法上面，如果你真的要完美主义到底的话，我可以去把膀胱挖掉，我可以去把射物线挖掉，但是有解决问题吗？其实没有。其实就算我把膀胱挖掉，就算我把射物线挖掉，我的骨盆底肌还是在发炎啊。真正造成我的骨盆腔发炎，真的不是原因是骨盆底肌筋膜在发炎，而不是膀胱果冻，也不是泌尿道感染啊。你找到它真实的原因，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深呼吸，看《甄嬛传》配深呼吸，它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跟舒缓。可是你在没有效的问题上面不断的坚持到底，不管你多么严格完美主义的遵守医嘱，你都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我觉得对 Riley 来说，他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开一间咖啡店，你要做自己的事业，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到底做一个创业者来说，什么东西是他最应该关心的？对于开启你创业的第一步，什么是最有效的动作？是去找咖啡烘豆机吗？是去设计超级完美的菜单，然后找平面设计师吗？是去看哪一个咖啡杯的价格是你可以接受的吗？是去找装潢软装吗？还是去想你的店名叫什么，你的品牌名称叫什么，画 logo？ 这些东西真的是对 Riley 创业来说最重要的吗？我觉得说，对于他来说，真的他要走出创业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你要回答你想要为什么客户解决什么问题。你作为一个精品咖啡的烘豆师，你想要为什么样的客群解决他们精品咖啡上面的问题？我会觉得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深呼吸，我就克服了这个骨盆腔发炎的问题。那对于他来说，最有效、最简单的路会是什么？我会觉得其实他根本不用花时间去考虑说他要买什么烘豆机，去设计什么菜单，因为那些都是很大的投资。你如果说要开一间咖啡店的话，少说200-300万的时候是跑不掉的。那我觉得你要去在那边烦恼说你要跟哪间银行借钱去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最简单2点一线的方式是，那我可不可以先租借一个我满意的，我觉得品质够好的烘豆机来开始我的烘豆事业。然后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先去问我想要为哪些客群服务，然后我能不能试着设计一个咖啡豆的菜单是他们会考虑跟我买的东西。如果说他们愿意跟我买，然后我就先试着在租借的这个烘豆机那边开始烘豆供货，那我就可以测试说，我设计的这个商业模式，我想要满足的客群是不是真的会跟我买单？那他跟我买单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商业模式，这是不是真的能够支持我去投资一个200-300万的我自己的咖啡小店？然后我再来考虑说，下一步我才会再去考虑说烘豆机啊、菜单那些东西。就是对于 Riley 这个个案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没有找到，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其他附属的 secondary 的东西上面，然后因为他又有完美主义的议题，他就会导致说他坚持要把那些东西都做到最好。可是那些东西真的会是你创业最核心的、最不可或缺、最有效的一个启动点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才是。你去租借一个。你不需要重本投资，你租借一次可能才几百块，你的成本就这么低。你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租借一台有烘豆机的场地嘛，租借烘豆机，然后进一些你想要的生豆，然后确定你想要来往的潜在客户会跟你买单，这个才是一切。如果说你连会跟你买单的潜在客户都没有，你也没办法测试你想卖的东西有没有人要，其实你去投资后面的200-300万的东西。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且你肯定会很挫折的。对，我也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人有时候就是会跑去看这些你刚刚提到那个 secondary 的东西，就是好像绕着这些东西团团转，而不是比较不是一开始就去想这些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它到底要为什么样的客群提供服务？好像我们人很容易落入这样子的状况里面。所以他完美主义对我来说。不会是最核心的问题，而是他到底把他的完美主义放在什么地方？就像我把完美主义是放在抗生素的疗程、其他无效的自费医疗手段，还是我把我的完美主义放在真正有效的 cause， 就是原因造成我的病症的原因上面？那对于 Riley 来说，我会这样看：你想要创业，你想要有一个商业模式，对于一个创业者，对于一个商业模式的营运者来说，真正最核心、最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你有没有把你的完美主义放在那个东西上面？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一些完美主义的课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找出推动你要达成你的目标真正有效的那些点、打击点是什么？如果说你没有找到的话，你的完美主义真的会带你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吗？然后找不到那个最重要的东西的话，就会很想要赶快抓一些事情来做，因为如果人没有做事情的话，其实会慌嘛。我觉得找到有用的打击点是，有用的打击点会是一切的关键，而不是我要在什么东西上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其实不是重点，在有用的事情上面做到最好才是重点。这是我对于 Riley 这个个案来说，我觉得这是他最需要关注的东西。什么是对他的事业最有用的启动点、打击点？OK。然后在心理治疗、心理咨商的角度方面啊，那我这边就要补充一下 Riley 他的背景那因为这个可能会对理解他的完美主义从哪里来的会蛮有帮助的。那 Riley 呢，他爸妈在他本人的描述底下是虎爸虎妈Riley 他其实就有提到说，从小啊，比如说他们小学他考试如果没有考到95分，比如说他只有考到92分的时候，他就会被检讨说啊，你昨天如果写完功课读完书之后，不要去看卡通，你再多读半小时后，你就会滚瓜烂熟，那你就会考到95分啦。然后他就会被检讨这样但是问题是在于，这种就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就是说啊，别人做一次就可以100分，你要做100次，那你就做100次，勤能补拙。对，没错。然后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他真的，比如他考了96分，他爸妈也还是会说，你要是早一点认真一点，那你就早就赢过其他小朋友了。你一定要更努力一点，你才不会落后。真的吗？你考90分，他就会说啊，你那10分是什么被扣掉的？他没有在管你是不是90，他在乎的是那10分怎么被扣掉的。他不在乎我是不是达到90，他在乎的是那10分跑到哪去了。对，就是 Riley 的经验，就是不管他有没有达标，没有达标，好像都会被检讨一样。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爸爸妈妈如果看到他已经全力以赴，没有休闲娱乐，没有去看卡通，还是没有考好的话，就会放过他。但是，他爸妈就会这种暗露神伤，他觉得好像那个女儿不成才一样。所以他其实反而会更难过。所以不管怎样，他在考试前他就会
竭尽全力的，不要有其他的课外娱乐，反正就做到我所能做的最好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成长故事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完美主义虽然是 Riley 的卡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保护机制，它可以免于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没有做好、没有达标，就被爸爸妈妈指责。那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这其实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蛮常见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啊，你已经尽力了啦，那就是这样子啊，就可以过了，这样子就有同情分数。所以这里有两个成分，就是他的完美主义，同情分真的很经典。对啊，我觉得是有吧？大家我觉得在亚洲的，在华人的这种儒学文化学里面，同情分是真的蛮有用的。对，你在西方求学的时候有同情分这种东西吗？他会觉得你有我觉得很努力就，少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分享。我觉得在美国大学里面，他们因为我没有在那边读过高中，我不知道，我就是在大学里面工作，所以我觉得他们什么东西都是契约化的，就是我的评分标准就是这样的，而且我定得很清楚，我甚至于你整个标点符号写出来扣几分，它都明定在上面，所以没有什么可以negotiate的空间，反正就是我的客观标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你之间的课纲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好，所以你接受的话，你来上堂课你就是接受这个契约。你可以 argue， 你也可以去申诉，你可以去跟学生组织申诉，或者是去找我的 supervisor 申诉都可以。但是我们的申诉的基础点就是这个合约。可是我觉得在台湾的经验就不是这样。我觉得在台湾的话，课纲或者合约好像都是一种参考的东西，就是蛮重视这种情理的平衡。除了有理之外，还要有情。可是我觉得在美国他们比较没有这些东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们甚至于有一些学生，他们有特殊的那种身心状况，还需要学校的机构是专门成立来认证他们是不是有这种身心状况的。如果说他们被那个机构认证，就是说他有这个身心状况的话，他要去申请那个文件，然后给指导老师。然后按照那个合约，就是不是合约，按照课纲的话，上面会有一些条款，就是说，如果你经过这些组织的认证，你是有这个身心状况的话，你的评分标准会是另外一套。但是这些都是写明的，没有都是写的很明的，完全按照规定做，就事论事啊，完全就事论事，没有说什么你好可怜哦，没有。对，所以我觉得心理治疗跟心理咨商，我们在亚洲文化、在台湾文化底下，我们在处理个案的心理议题的时候，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完美主义，台湾的完美主义里面就多了一种这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或者是这种爱表在牙的那个成分，就会多出很多。是，就是一方面，这让 Riley 在他的咖啡事业上面有所成就，他完美主义真的有帮助，但是其实在他的内在的心理层次上面，完美主义是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都帮助他免于指责、免于检讨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样，所以在 Riley 在心理治疗里面的改变呢、我觉得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是他看清楚原来我的内在有这样子心理动力在运作，他看懂了这个过去的经验怎么影响到他现在的自己。那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心理治疗的当下会去有一个情绪经验的逐渐修通。那个意思是说，我举个例，那我可能就试着用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去模拟那个咨商的画面，然后让大家理解一下，再次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真实的个案的隐私被揭露那我举个例子就是那有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个案一进来都会先讲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一次他就一进咨商室就坐下来就说：我最近我回老家啊，那我爸妈就会又会念说啊，什么隔壁的邻居小孩又升迁又加薪了啊，那你怎么还在同一间店5、6年了，怎么还是一样，说要开店都没有开啊什么的，就碎念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啊。他讲到这边就说算了啦，不重要。然后他就继续讲说然后最近跟同事的相处啊，因为连假人潮很多，我们就在讲说那个工作流程要怎么样
改善，然后这个服务的速度会比较快，这样。然后他就讲说，我觉得跟同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他好像都要就是一直在检讨我怎么样的，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算了啦，这个不提了，反正我要离职创业了，那种我不会再跟他当同事了，这个不要谈那个，这个不重要，这样子。然后他就要说，那我们现在来谈，Riley 就会说，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要怎么处理我完美主义的议题，我来处理这个心理问题。那这边我就先稍微的介入一下，就是说，哎，我留意到一件事情哦，你提到你的爸妈好像对你不满意，然后也提到同事好像讲了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好像就觉得这些事情不太重要，然后 Riley 突然就有点脸色一变，就说不就是这样吗？哎，我们来做心理咨商，不是我就要处理我的核心议题，就是完美主义呀、啊，这样才会有效率嘛。然后那种感觉好像是他整个人就压起来，好像要为自己辩护一样。然后我在这边就稍微停下来，就说：“哎，我们这边稍微停一下下哦，我感觉好像是不是此刻你有一点不太舒服，甚至有点觉得说，我刚刚指出这些现象，有一点在指责你的感觉。”然后他就说：“嗯，对，虽然我觉得理智上往往知道你应该不是在指责我，但是我觉得好像要赶快为自己辩护一下。”然后那个点我们就一起停下来的时候，就是看到是说，哦，好像此刻的你的内在有两个部分呢，一个部分是理智的你，你知道我没有在批评你，但是好像有另一个部分的你，你很快的就赶快要准备来保护你自己，要捍卫你自己。然后他听完的时候就想了一下，就说：“嗯，对，我好像真的很容易觉得我要被检讨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里面，在咨商室的那当下，我们在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共同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带着过去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来面对当下的这个处境。就是他过去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被批评，那即使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批评他了，他心里头 Riley 的心里头还是随时预设即将会有一个批评要出现了，我要赶快来防卫。所以变成了说，完美主义就是他最好的一个防卫措施啊。他只要赶快把什么事都做到最好，他就可以免于别人的批评。我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哦，你怎么还来指责我这样子？所以其我觉得实这是一个蛮常见的防卫策略。是，所以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有人在指责他，而是他其实在对抗他心里头的一个声音。他心里头他自己内在也有一个指责他自己的声音，就是说，我觉得你没有我做到觉得这真的是很好。一个很完美的一嗯个内耗的典范诶，就是说，嗯其实从你跟我的这种双息，就是从时间管理的观察，某种程度上是哲学的观察，还有你刚刚提到的这种精神分析的观察，我看到的是一个内耗的结构，就是说他没有在一个真正对他有效的议题上面去着手去深入，反而是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面。想要把自己准备到最好，来作为一种防止别人批评自己的手段，等于是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他没有真的在他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发挥到他应该要有的实力。所以，但是是我觉得这样子会导致他对自己不满。长期下来，他是防卫别人，那是防卫了，可是他对于自己没有做到自己想要做到的这件事情，他一定也会有所不满。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一种对自己不满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现在大家所谈的一种内耗的结构。对，就像你说的，他其实他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自己心里头自己批评自己的那个声音啊，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做不好，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做到，我的成就还不够高，是这个他与其说别人会批评他，更多的是他自己指责他的声音其实是更强大的。所以我觉得说心理治疗，我们在这种
当下的情绪经验里面逐渐的修通，他的内在的那一种自我才会不会这么的严厉。嗯我觉得除了心理治疗可以帮助他修通之外，时间管理其实也是从类似的方式去介入，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应该要规定你自己你的周计划跟还有你的月计划，然后我每一周都会针对你的周计划的达标的情形来评分，当然是你自己来评分，不会是我来替你评分。那我主要的工作就会是跟他一起去看，比如说以 Riley 的例子来说，我就会去提醒他说，你现在针对的这个菜单的东西，你现在针对这个烘豆机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挑咖啡杯，或者是找装潢，或者是平面设计，或者是你的店里的品牌名称要叫什么，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做到对你想要做到的事情最关键的点吗？还是其实有其他更关键的你应该实力的点？这个是我觉得在时间管理的训练的过程里面会特别去一起来解析跟看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管理的结构，比如说每一周都能够持续的把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事情调整到最有效的那些打击点上面，然后也持续的在那些东西上面评分，然后看到自己逐渐的达标，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蛮有效的，可以摆脱这种在无效的事情上面持续的用力，然后或者是一直想象自己会被别人批评，然后要不断的防卫，采取很多的措施来防卫自己的这种内耗机制。我觉得长期下来跟心理治疗的确一起工作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蛮显著的有改变，这样子，这是我的经验跟观察。我觉得说，的确，完美主义是有助于追求卓越的，但是必须，就像我觉得，就像建宏说的，它必须建立在一个有效性、有效的策略的前提上面。否则就其实会越做越忙，然后做不到自己的理想，就会很打击自己的信心，然后导致很多的自我批评，这样。对，我觉得最后就是刚好来到结论的地方，也是就是像刚刚 TK 帮我做的总结。从时间管理的角度，或者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会想要看的事情是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有把你的心力放在对于你的目标有效的措施上面，还是你是在很多无效的事情上面不断的工作。所以从刚刚的分析里面，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我其实并没有反对完美主义。我觉得一个好的完美主义是一个追求人生的美善，还有追求自己的目标达到极致的一种精神。我觉得它是一个对美的追求，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激赏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人生的一种追求。但是我觉得关键不是在于说我要不断的批评我自己有完美主义，而是你要去检视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在对于达成你的目标有效的策略跟打击点上面追求卓越跟完美，还是你是把你的心力跟你的完美主义放到了那些次要的或者是比较无效的事情上面，结果即便你做了很多，还是产生很多的挫折，甚至于它完全把你卡住，没办法让你前进达到你真正想要去的地方。那从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的角度，我也会提到说，其实我觉得完美主义也不完全是坏事，但是可能在心理议题的层面上，如果需要处理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需要感受看看那个完美主义带给你的心理感受，那个品质会不会有那种过度严厉的感觉，就是那种像很严厉的内在的父母这样。我觉得 Riley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停歇他自己对自己的批评跟检视，他的内在，他的心智没有办法从过去回到当下，就是他里面就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就好像他的父母无间断的会批评检讨他一样，这个东西纠缠了他。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那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是，可能还时间的关系，不见得有机会跟大家谈那么多。就是如果你的完美主义没有办法为你带来那种足够的感觉，你的心智没有办法从那个未来回到当下，就是你会觉得说一直努力，然后没有办法停下来，怎么做都觉得不够的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在心理议题上面，其实这种完美主义是需要处理的。我觉得最后一个我的观察跟总结，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很好，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说，到底时间管理跟精神分析他们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合作。我觉得我们刚刚的例子应该很清楚，让大家看到说，到底你的这种完美主义是一种
病态的或者是自我保护的完美主义，还是说你是要把它真的能够把它用到追求你自己的人生目标，你想要的卓越上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双管齐下，我们就也可以在个案身上去帮助他说，我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我的这些执着，我的这些坚持，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如果它是无效的，它是从哪里来的？精神分析可以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无效的结构是怎么形成的。那时间管理的角度就是让我们去看到说，当我们这些拖垮我们的这些过去的经验或者是这些情绪，当它如果剥落了之后，还剩下什么？然后我是不是能够把我的精力重新投注在真的我想要追求的东西上面，而不再是不断的重新活在过去的创伤跟成长经验里面。那也现在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点拉远，但我真的好想提。没关系，就是我觉得在当代社会里面，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情况底下，我真的想要提。我觉得好多个案，或者是好多的，对，我觉得好多的个案都困在这个 AI 时代的焦虑里面，就是因为 AI 产生太多是超级棒的这种行动指南跟模板，所以我觉得完美主义的个案会在这个节骨点上面卡得更深，然后更动弹不得，因为他们会想要完美主义的个案会想要把自己套到模板上面，然后去 fit。然后这会让他们他们觉得这个他会觉得这会更动弹不得啦。其实也是我常常在写文章或者是跟我的客户互动里面，会鼓励他们不要使用模板。实际上我自己在职业的过程里面，我也没有给我的客户什么模板，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每一个人他真的想要追求跟他会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说，我可以在时间管理上面给他一个什么模板，让他去模仿。也许未来我们会有一集就是可以专门来讨论这个模板带给我们的个案的一些限制，还有突破它的可能性是什么。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完美主义的课题就讨论到这个地方，希望说今天我们对 Riley 这个个案的分析，还有我们自己如何去经验完美主义、克服完美主义的经验，对于你会有帮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